这茶葉是捡的呀？茶叶是。我看。到往里头有几个？好像是红头长尾山雀的窝，看一下里面有几个。刚一个老奶奶给我的，真的是哦，都这麼大了，再有幾天就可以飛走了，太可惜了，被拽下來了，這家伙。看一下還有沒有？哎，裡面好像還有一隻，就4隻，確定了，就4隻小家伙，都這麼大了，感覺真的是挺可惜的。然後具體的情況我剛剛也過去了解了，老奶奶在山上摘茶葉，茶葉樹上面有一個窩，她開始以為是老鼠窩，就給它扯下來了，沒想到發現裡面是小鳥，於是她就把它給帶回來，看一下我要不要。這種鳥外號小熊貓，在我們這邊來說算是非常常見的鳥，冬天一群一群的，喜歡在別人樓頂上偷臘肉吃，挺可惜的，再過幾天就能學飛了。我們給它養大，然後放生吧。這個就是它們的窩，其實懂的人從材質上一眼就能看得出來是什麼鳥窩，但是老人家他們基本上都不懂，誤以為是老鼠窩，肯定是不認識的。先給它們餵點食物吧，這種小型鳥特別不耐扛，所以說一定要食物餵得比較勤一點。爬山實在是太大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想給它帶回去，讓母鳥再餵幾天就可以飛走了，多省事兒。不管你人工怎麼餵養，野化和營養方面都不如母鳥養得好。所以說撿到學飛的幼鳥，一般沒有特殊情況的話，切記不要帶回家。這幾個小家伙我們先養着吧。小型鳥有一個優點，它成長的速度特別快，所以說放生的週期也會比較短，它野化也是比較快的。好了，希望它們都能健康長大。這4隻小家伙來我這裡的第4天，來的時候我當時就說非常可惜，如果再給他們幾天的時間，他們就可以學飛了。哎，可惜窩被人拆了，那也沒辦法。正常情況這麼大的時候，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從窩裡面飛走了。不過這種鳥實在是太小了，它們繁殖的速度很快，週期特別短。但是因為它們的塊頭實在太小了，所以說在食物鏈中，它們也是最底端的存在。先不說了，給它們搞點吃的。因為我剛剛也出去了一趟，2、3個小時沒有給它們餵吃的。這有個家伙餓的都開始自己在啄食了，看來是真的餓了啊！不要着急，都有份兒。其實它每一次吃的不是特別多，但是餓的比較快。我基本上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之間都會給他們餵一次食物。好像就你沒吃吧？哎，這一下都吃飽了。你再來一口，多吃點才能早點長大。吃飽之後他們會變得特別安靜，而且他們喜歡擠在一起，好像有一種安全感。再試一下，看誰沒吃飽，再餵幾口。然後等到1個小時之後再給他們餵吃的。吃飽了，現在溫度也挺舒服的，所以他們吃飽之後擠在一起就喜歡睡覺，懶洋洋的感覺。這種鳥真的是太小了，所以其實他們在自然界中正常學飛之後，像這4隻沒有2隻活下去就已經很不錯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應該沒有任何一種鳥是他們可以欺負的，所以說它們只有被欺負的份兒。在很多鳥的眼中，它們和蟲子沒任何區別，而且飛行能力也不是特別強，飛得還比較慢。不繁殖的時候，它們都是一大群走在一起，不是特別怕人，經常在我家樓頂偷臘肉。還有就是我現在帶它們出來我都慌啊，因為它們實在太小了，有的時候稍微飛一下你不注意都不知道它飛哪裡去的。剛說完，有一隻就準備飛了，是吧？飛到別人窗戶上面去了。倒不是我不放它，是現在把它們放的必死無疑。特別是這個家伙，每次出來都到處飛，直接飛上樹了。太小了，我都沒看到它飛到哪裡去了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
看，有一個麻雀飛過來了，估計想欺負它。太小了，實在是。我剛晃了一下樹，把麻雀給嚇跑了。哼，等它下來吧。啊，等了20多分鐘啊，這小兄弟終於飛下來了，掉到地上來了。走吧，跟我回去。等你再大一點，我把你們全部放到樹林去。現在你们就吃好喝好，早點長大就可以了。給這幾隻小可愛搞點食物。這幾天我發現他們會自己啄食物之後，我都沒有餵過他們的，全部讓他們自己啄。這也導致他們和我越來越疏遠了。這也是一種好事，遠離人類才能活得更長久。這幾天也在讓他們適應戶外的環境，早點適應，早點放生。這種小型鳥野化起來是比較容易的，主要的問題是它太小了，出去天敵太多。不過這也是生物鏈裡面很正常的一個現象，我們不用過度操心。現在我每天会輪流帶他們4隻小家伙出來戶外活動，但是一次只放1隻，因為他們實在是太小了，稍微不注意，它可能飛一下就不知道去哪裡了。主要他們現在還沒有生存能力，所以說這個階段我們首先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，再做其他的考慮。有一群雞現在已經盯上它了。這幾隻雞可能以為有一隻小螞蚱飛過來了，準備抓嘞。我記得我之前就和大家說過，在鳥的食物鏈裡面，塊頭越小，死得越快。所以說這幾隻小家伙，我帶他們出來放風熟悉環境的時候，我都是跟着他們的。等到差不多的時候，我就會把他們放到樹林裡面去，最多也就1個月吧。剛才它飛了幾圈，我都以為它掉到池塘裡面去，我都準備下池塘救它了。還好沒掉下去，它自己可以飛上來這個位置。哎，這不就上來了嗎？這個時候我們跟着它是要跟着它，但是不用過度保護，只保護它的生命安全。前幾天有粉絲跟我說，讓我把這幾隻養着，不要放生了，因為這家伙實在是太小了，出去之後誰都打不過。其實我們沒必要過度憂慮這個問題，因為野外這種鳥也生活得好好的，對吧？食物鏈很正常的。如果說它出去被其他的鳥吃的，那是食物鏈很正常的，那也是它的命運，我們不用過度擔心。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們給放了。現在最麻煩的事情就是要一只一只的帶它們出來溜達。關鍵是只要它一飛，總有幾只雞以為發現了好吃的。特別這一只小母雞，越說越囂張，早晚把你給煲湯了，你等着。你們幾個趕緊早點獨立吧，到時候我就不用操心了，直接給你們放到山上去，再讓這個家伙自己溜達一圈，我在這裡看着，然後再換另外幾隻，輪流出來玩吧，也只能這樣了，沒辦法。等他們幾個徹底會吃東西之後，我就幾天不和他們互動，不理他們，到時候他們就會很怕人。這種小型鳥繁衍的速度是特別快的。每天都要輪流帶幾隻張飛鳥出來適應環境，每次出來之後，這個嘴巴呀都沒停過。特別是單獨帶一隻出來的時候，它們對同伴有一種依賴性，找不到同伴就會一直叫。一次性我也不敢多帶幾隻出來，有的時候出來就亂飛，找都找不到。這幾個家伙都挺活躍的，一出來都喜歡從這個樹枝跳那個樹枝，邊跳邊叫。這2天我發現他們開始有點反野了，只要是我一伸手，他們就跑了。再試一下，我慢慢的靠近他，是我們是老熟人了，真的是一點面子都不給我啊，特別是吃飽的時候，非常怕人。這個畫風轉的讓我有點猝不及防，剛我跳到池塘裡面來，把他給救起來了，我的襪子都沒來得及脫。這家伙剛剛被那隻該死的鴿子一翅膀拍到池塘裡面來了，還好我速度比較快，它應該是沒有嗆到水。本來我打算回家拿網過來把它撈起來的，想想時間來不及，就直接鞋子脫了跳下去的。這真的是剛剛有多可愛多呆萌，現在就有多狼狽多醜。只要是沒嗆到水，基本上啥事兒都沒有。現在溫度挺高的，曬一下就好了。
這个太陽太大了，我在這裡曬着招架不住啊，把它關起來，最多曬10分鐘就可以了。真的也就10多分鐘，它的羽毛就已經乾了，這速度比我想象的還要快。是不是有人都覺得這已經不是同一隻鳥了？剛從死亡邊緣把它給拉回來，現在羽毛乾了，我感覺它又要開始嘚瑟，又要開始飛了。剛說完它就飛上樹了，正在抖羽毛嘞，可能裡面的羽毛還有一些沒有乾。所以說這就是每次為什麼我只帶一隻出來，這鳥有點費命啊，不是費它的就是費我的，風險係數很高。最近正在學吃，所以飛上樹了，有一些小蟲子啊、螞蟻啥的，它們都會啄一下。它現在正在樹上啄，差不多嘍，也要把它給帶走了。這費命的鳥，應該也餓了吧？走，帶你去找你的兄弟姐妹。這一群待在一起，嘰嘰喳喳的，更吵。給他們搞點吃的。現在已經不用把食物餵到他們嘴裡了，都會自己啄，所以說離放生又近了一步。就是這每天輪流帶他們出來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兒啊。還好只有4隻，這種鳥比較高產，一窩7、8個很正常。掉到水裡去的那個家伙剛剛躲在後面，這一會兒也餓了，也出來吃東西了。好了，明天繼續。每天都要輪流帶幾隻張飛鳥出來適應環境，每次出來之後這個嘴巴呀都沒停過，特別是單獨帶一隻出來的時候，它們對同伴有一種依賴性，找不到同伴就會一直叫。一次性我也不敢多帶幾隻出來，有的時候出來就亂飛，找都找不到。這幾個家伙都挺活躍的，一出來都喜歡從這個樹枝跳那個樹枝，邊跳邊叫。這2天我發現他們開始有點反野了，只要是我一伸手，他們就跑了。再試一下，我慢慢的靠近他，是我們是老熟人啊，真的是一點面子都不給我啊，特別是吃飽的時候，非常怕人。這個畫風轉的讓我有點猝不及防，剛我跳到池塘裡面來，把他給救起來了，我的襪子都沒來得及脫。這家伙剛剛被那隻該死的鴿子一翅膀拍到池塘裡面來了，還好我速度比較快，它應該是沒有嗆到水。本來我打算回家拿網過來把它撈起來的，想想時間來不及，就直接鞋子脫了跳下去了。這真的是剛剛有多可愛多呆萌，現在就有多狼狽多醜。只要是沒嗆到水，基本上啥事都沒有。現在溫度挺高的，曬一下就好了。這個太陽太大了，我在這裡曬着招架不住啊，把它關起來，最多曬10分鐘就可以了。真的也就10多分鐘，它的羽毛就已經乾了，這速度比我想象的還要快。是不是有人都覺得這已經不是同一隻鳥了？剛從死亡邊緣把它給拉回來，現在羽毛乾了，我感覺它又要開始嘚瑟，又要開始飛了。剛說完它就飛上樹了，正在抖羽毛嘞，可能裡面的羽毛還有一些沒有乾。所以說這就是每次為什麼我只帶一隻出來，這鳥有點費命啊，不是費它的就是費我的，風險係數很高。最近正在學吃，所以飛上樹了，有一些小蟲子啊、螞蟻啥的，它們都會啄一下。它現在正在樹上啄，差不多嘍，也要把它給帶走了。這費命的鳥，應該也餓了吧？走，帶你去找你的兄弟姐妹。這一群待在一起，嘰嘰喳喳的，更吵。給他們搞點吃的。現在已經不用把食物餵到他們嘴裡了，都會自己啄，所以說離放生又近了一步。就是這每天輪流帶他們出來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兒啊。還好只有4隻，這種鳥比較高產，一窩7、8個很正常。掉到水裡去的那個家伙剛剛躲在後面，這一會兒也餓了，也出來吃東西了。好了，明天繼續。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野化訓練，我發現這幾隻小熊貓鳥野性越來越強了。這個樹上有2隻，不過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過渡期，所以離放生是越來越近了。我回家去拿點麵包蟲測試一下它們。這裡還有一隻，現在只要手裡不拿東西，
你一伸手，它馬上就飛走了，警惕性挺高的。給你送好吃的來了，有這麼嚴重嗎？都不敢靠近我了。其實它們也挺想吃的，只是這種小型鳥繁衍的速度特別快，要不是我手上的東西對它們還有點吸引力，你們以為它會過來嗎？不可能這麼愛我的。或許離別的日子越來越近了，我只是想多看它們兩眼，不給我這個機會呀。所以今天我必須用面包蟲把它們給引誘下來，只為多看它們兩眼。即使我知道它們只是為了吃的，跟我沒有任何感情，這重要嗎？不重要，我願意做個舔狗，可以嗎？但是并沒有什麼好下場，這不，面包蟲都被拐走了。不過也不重要，因為我的面包蟲多如牛毛，它帶走的不過是九牛上的一根毛尖尖，無所謂。再給他們搞一條面包蟲，看一下它現在這個狀態，特別想吃，但是又害怕。所以說，如果他們以後再也不回来，大家也不要覺得奇怪，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。終於又飛下来了一隻，在外面我也分不清他們4隻誰是誰，反正下來了就給他們搞點吃的。跑得可真快呀，一下都不願意停留。又騙了一隻過來了，這肯定又是另外一隻的，因為它們的飯量特別小，一條面包蟲一下就吃飽了。總之最近它們的狀態是越來越好了，慢慢的就可以不用管它們了，天天帶它們幾個出來溜達，我也是操碎了心了。這一下終於要畢業了。前段時間村裡的一個老奶奶摘茶葉，不小心摘了一窩小熊猫鳥，於是就給我送过來了。這是剛拿回來，我養了4天的狀態，它們站在我手上特別乖。等它們開始學飛之後，慢慢的我一次只能帶1隻出來，因為它們實在是太小了，我擔心一次帶4隻飛出去不知道掉到哪裡去的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戶外適應環境，加上野化訓練，它們的狀態越來越好了。慢慢的灌木上的小蟲子它們都能抓得到了，它們的塊头特別小，比較大的虫子估計抓不到，像樹葉上面隱藏的小蟲子都是它們的最愛，所以它们每天出來之後也挺忙的。它们自己能找吃的之後，基本上我都沒怎麼餵過它們。這個階段它們還是挺親人的，只要看到我總想追過來問我要吃的，但是我發現它們已經有自己找食物的能力，所以基本上都不會餵它們。今天我覺得是和它們告別的日子了，就剩下3隻了，已經有2天沒有管它們了。看它們的狀態就知道特別怕我。另外一隻跟着一群小熊貓跑了，那一群裡面也有幾隻學飛的，跟它們大小差不多，應該能融入進去。這幾隻今天我決定帶到茶山附近給放生了。是不是很多人不解為什麼不放在家門口啊？因為最近有幾隻紅嘴藍鵲天天在家門口抓麻雀之類的，所以如果給它放到家門口，不出3天就沒了。茶山這附近全是灌木，小型鳥的天堂，食物也很好找，隱蔽起來也很方便。重點是這邊的紅嘴藍鵲特別少，所以說今天就把它們在這裡放生了。而且這個地方野生的小熊貓特別多，希望它們能融入進去。第一隻我還沒來得及多看一眼，它就飛上樹了，正在抓蟲子嘞。還有2隻，好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咋啦？這第3隻還捨不得我是吧？趕緊走，飛走了。這一棵大樹上我已經看到2隻了，然後它們現在自己找吃的都沒啥問題了，所以說也不用擔心。自由自在的感覺是真好啊，看它們在大樹上飛得多開心。樹頂上還有1隻，我給他們準備的蟲子完全用不上了，根本都不理我。那就祝福他們以後會活得好好的，不要被其他的中大型鳥給吃了。我也該帶着我空空如也的籠子回去呢。是不是很多人都想問以後還有沒有再相遇的機會？不會的，這裡的山面積特別大，它們又那麼小，誰知道下一次它們去哪裡了？不相遇也挺好的，祝福他們吧。前幾天朋友送了我一隻異色的科爾鴨，結果回來之後每天晚上從12點
叫到早上6、7點。隔壁的好幾家鄰居因為睡不着覺，都要飛奔過來打我。於是我就讓網友給我出意見，結果就有人把做鴨子的配方都給我發過來了。還有一個更過分的，讓我去城裡給隔壁的鄰居買一套房，讓他搬走。哎，你們這幫小伙子實在是太壞了。最後還是我自己解決的。今天的天氣特別的熱，正好有時間，我決定帶這隻小鴨子去大山裡面游個泳。我猜它這一輩子還沒有出去游泳。走吧，我們現在出發。把這隻愛叫的科爾鴨和豆芽都拿出來了。你跟豆芽感情有這麼好嗎？看不到豆芽，它就一直叫。而且我估計這個鴨子長這麼大以來，今天是第一次來到戶外，還能游個泳，幸福吧？馬上把豆芽放出來。你姐姐也帶出來了，不要叫了啊！看一下，我把豆芽拿走，這只科爾鴨啥反應？看一下啊，它飛不飛過來？我來了！哎呦，飛行能力不行呐！来，把豆芽放地上。它馬上就追過来了，這感情真是好。這個地方的水特別清澈，看一下，哇，而且特別涼快，這個季節過來太舒服了，好好玩吧。我把它帶到上面來了，豆芽在下面，看一下，又開始了，游過來了，好快的速度啊！看一下，這鴨子太可愛了。過來了，這隻科爾鴨可能注定就是豆芽的小跟班，所以朋友把它送到了我的身邊，挺不錯的。看一下我在河裡面發現了什麼啊，一隻特別醜的小青蛙。這個地方的水太淺了，我決定把豆芽拿到上面去。我準備抓它的時候，它又翹着個屁股，哎，我就給你按一下，看一下這個小鴨子過不過來啊？又開始叫，快上來！這個地方它上不來，特別着急，在這兒東張西望。慌不慌啊？快去吧！馬上就過去找豆芽去了。玩得真開心，這兩個小家伙。豆芽玩好了，自己鑽到箱子裡去了。看一下這個花鴨子，開始慌了。它到處看，也沒發現豆芽，它就一直叫。很多人不了解科爾鴨，覺得科爾鴨叫聲沒什麼，不擾民。它的穿透力特別強，所以隔着好遠都能聽得到。而且這種叫聲你聽久了，感覺特別煩躁，特別是當你睡着的時候。所以這就是鄰居投訴我的原因。哎。不過我現在聽着還好，我沒什麼感覺。隔壁的摳仔把鳥哥也帶過來了，現在3個鴨子，讓他們一起玩一會兒。之前我說科爾鴨公鴨子的顏值比母鴨子的顏值低，現在放在一起，前面2個都是母鴨子，後面的是公鴨子，你們看一下這個顏值。不過也感覺差不多嘞。今天主要是帶這隻花鴨子過來游泳，鴨生第一次來到野外游泳，真不容易。好，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
哎，这个抠仔又想欺负豆芽，来过来。豆芽对他没兴趣。